哦，哎呀，好剑法，好剑法呀！剑落红心，方称好剑法。啊，昨天射出去的箭，飞到一半就落地了。今天这支箭，已经正中靶台了。王爷真是一日千里，剑到奇才，剑到奇才呀！好，假如那是金乌珠四太子的话，定射得他胆战心惊，屁滚尿流啊！见过王爷。啊，来了。王爷，宗泽元帅差了岳飞率领4位护卫前来，护送王爷到归德议事。见过王爷。免礼。抬起头来，让王爷认认脸。哎，王爷是去议和，又不是去狩猎。哎，让他们这些神箭手去护什么驾呀？啊，这次去归德，要说闹出什么事儿来，就是祸灾，不如让他们回相州去吧。哎，等等，张大人，这宗帅吩咐，他们敢不从命？我也是为了……慢着，既然他是神箭手，不妨施展一下他的绝技。小王也想知道，什么叫剑道绝技？好，岳飞，按王爷的吩咐去做。是。听着，你先射3箭，给他看看。是。请。这弓太轻，有没有重点的？随便挑。你在乎输赢，便失去了力量；瞄准箭靶，便是瞄准你自己的修身之道。孟子云：“发而不中，求之诸己；事量其功，功量其力；心平体正，不动容。和其肢体，调其气息，益其心志，你才能百发百中。”一个靶中之靶，箭中之箭。谁说我大宋没有人才？能够有如此剑法，我想金兀术也会礼让我们3分。谢王爷。好，我是宰相张邦昌啊，伺候王爷到归德，有我一个。各位勇士啊，我们这段时间要同生死，共患难，好不好？诸位各尽其能，各显其才。我们是平平安安去归德，高高兴兴回汴京。回来之后呢，一定重赏，一定重赏。
谢过宰相大人。张大人，今天晚上带各位兄弟去樊楼吃喝，明天过后我们就要动身了。好，各位勇士，请。谢王爷。随我来。王爷，秦桧先行告退。有劳了。来，好。哎，好酒啊！快慢走。哎呀，真是好酒，多喝点啊！哎，小二，哎，再给我们拿2坛酒来。好嘞，2坛酒马上到。哎，大哥，这樊楼啊，真是名不虚传啊！这可真是山珍海味呀！就算归德是鬼门关，咱们也没白跑这一趟啊！对，什么鬼门关？上次咱们保护不力，致使刘将军丧命。这次无论是刀山火海，咱们也要保护好康王殿下，顺利闯出来。对，每个人喝一个，来，大哥干一个，来干一个，敬你一杯，干，大哥，来，干！哎呀，好酒，好酒啊！来呀，今天喝个痛快啊！好，来，吃点菜啊！哎，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。什么人？站住！我的酒！小心点谁呀？你给我扶起来！在下梁兴，已在此恭候多时。梁兴，请问你可有听说过忠义社？忠义社？对，忠义社。你就是人称玉面灵官的梁兴？正是在下。冒昧的将英雄请来，还请见谅。这位是我们忠义社的2堂主素素。多谢上次救命之恩。谢就不必了，把招完带还我即可。姑娘年纪轻轻，轻功不错。壮士留步。仁兄，在下有抗金义事，要与英雄商议，还请里屋一叙。忠义社是由各路民兵组成的抗金队伍，如今金人的铁马不但包围了汴京，就连中牟、朱仙镇、陈州、归德、曹县这一带，都落入金兀术的铁蹄纵横之下。忠义社要做的事也越来越多。简而言之，虽然朝廷不管忠义社的死活，但是我们忠义社却一直以朝廷的存亡为己任。岳飞不知梁小哥有何见教？见教不敢。
请问英雄，此行是不是要护送康王赵构去归德，与金人议和？同行护驾的共有4人。哼，看来你们眼线众多，连这等机密的事情都尽在掌握之中。归德也有忠义社吗？英雄有所不知啊，朝廷的人马是旗帜飘扬、衣架鲜明的，而我忠义社的弟兄们，则是遮面掩身，潜伏不露。金人走到哪里，我们忠义社便跟到哪里。太好了，看来保护康王殿下的不止我们4个人了。面对金兀术的10万雄师，1个人不算少，1万人不算多。康王死刑，凶极难料。我们忠义社在归德埋有内应，一旦发生不测，定能保护康王安危。难得这次康王殿下主动请缨前去议和，我们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。有了忠义社的照应，彭举心里别落下一块石头。谢谢忠义社的诸位壮士。各位，尊使和各位随行的大人都是不可以携带任何武器进入大帐的，这是我们大金的规矩。请。来时可是赵桓所遣的康王赵构。正是小王。哼，康王年纪这么轻，就负担起如此重任，真是为难你了。不过看来大宋也是没有什么可用之人了。我们大宋兵强马壮，人才济济，而我是最无德无能的，所以才被派来此地。哼，趁口舌之快不算什么英雄，但愿康王上阵杀敌也能如此。非我所愿。连大宋小儿都懂得晏子使楚的典故，如今却放在了谈判桌上，实在是羞愧呀。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古称商丘，如今称南京，也称归德。离汴京多远？约300里。也就是说，被我军包围的不单单是一座汴京城，就连黄河南岸200里之地都在铁浮屠包围之内。所以今天咱们才有机会在此地见面。康王殿下以为然否？据小王所知，大将军宗泽、韩世忠、王渊、刘光世、张俊都在调兵遣将向汴京进军，
胜负尚难断言。宗泽韩世忠、刘光世张俊离汴京有多远？充其量10天的路程而已。现在围城已近2个月，何以看不见秦王军队的影子？这不是路远路近的问题，而是这些大将敢不敢与大金的金戈铁马进行决战的问题。怎么样？你们已是败军之将，种种枯骨了。太宗不过是念在疆土百姓的份上，免去一些生灵涂炭而已。那真的是要感激大金皇帝仁慈之心，但此次我奉了皇兄之命前来，必须在此声明：赔款之事尚可商榷，但古训教导，祖宗之地不得尺寸与人，割地绝无可能。议和之事既然难以在1、2天之内定下来，那只能有请康王和几位大人在此地稍事休息，待我向太宗皇上禀报之后再做定夺。太子，在下想问大宋康王几句话，可否？军师请便。敢问康王平时都读什么书？在下以为《孙子兵法》甚好。孙子兵法，康王应该知道，即便是你把《孙子兵法》读烂了，那些大宋的将士也没有什么长进，最终还不是成了大金的刀下鬼啊！敢问这张弓是4太子的吗？这张铁胎宝弓除了我，大金内无人能拉开。能否借在下一试？不是我们大宋不能打仗杀敌，而是我们更喜欢以和为贵。仁者爱人，方为大智大容。秦大人，你看这，王爷，您要保重啊！啊，王爷，
康王殿下一路上舟车劳顿，依微臣之见，此地不宜久留，还是尽早回去为好啊。哎，秦大人所言甚是，甚是啊！要不，我这就命人去备马车。啊，慢啊！我们现在仓促回去，我担心会引来金人的怀疑。今日的谈话，诸位也都听到了。金人并非善类，刚才在殿上极尽羞辱之意，割地赔款，却缺一不可。他们不会这么容易就放我们走的。这可如何是好？如何是好啊！康王殿下，在下有些话，不知是否当说。但说无妨。末将认为，如今只有顾左右而言他。岳飞，你年纪轻轻的，你懂个什么呀？哎，那如何顾左右而言他呢？刚才大金四太子金兀术一见康王您如此年轻，便心生疑虑。军师哈密赤那几句问话，实则就是一种试探。眼下，估计正和心腹寻思着，您是否是真正的宋氏宗亲？如果现在我们提出要走，必定加重了他们的怀疑。我猜，非但我们走不了，反而还会陷入更加险恶的境地。依在下看，康王您不如顺水推舟，落得个轻松自在，在这里休养几日，也好养养身体。二位大人，岳飞所言甚是。那我就在这里悠哉悠哉地待上几天，看他们能奈我何。王爷，虽说我们几个需在面子上做出不让金人有所戒备的样子，但实则我们还需让岳飞安排一条退路，以备不测之需。请康王与两位大人放心，岳飞早已经暗中派人安排好了。这赵构今年多大了？四太子，据在下所知，这个康王赵构20有2。他们赵氏家的还有几个能干的？除了当今皇上赵桓，也就是这个康王赵构，其他的年纪尚小，根本就看不出前程来。拿赵桓和赵构相比呢？按照大宋老皇上的意思，当年是要传给赵构，而不是赵桓的。可见在他的眼里，应该是赵构强于赵桓。既是赵构强于赵桓，何以传位于赵桓呢？那是因为韦娘娘不得老皇上的欢心。韦娘娘想提拔自己的儿子上位，却苦于开不了口。老皇上既然无意于韦娘娘，干嘛要把她选入宫中呢？韦娘娘年轻的时候，记性强，口才好，能说些热闹的段子来逗皇上开心。但是后来，娘娘就不说了，反而说些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。老皇上不愿意听了，便就离她越来越远。军师，我有一事不解。那个赵构看起来并不像一个含着金汤勺长大的王爷，倒像是将门之后，竟然可以轻轻松松拉开我的铁胎宝弓，确实是让我刮目相看。因而，无论这个康王是真是假，这次我都要斩草，并先除根。四太子，请放心，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办。
素素姑娘，怎么是你？良心命我前来保护你们。刚才我在那个帐篷旁，听到那个什么乌珠的跟那帮金人说，今晚就会对你们下手。比我预料的还快。谢谢素素姑娘和梁小哥的好意，后会有期。喂，等等，你怎么这样就走了？你想到怎么出去了吗？我有几位兄弟在外面接应，我捎个口信给他们即可。那你就这样出去了？王爷要是有个什么3长2短的怎么办？我可以帮你带个口信。既然我能进得来，我就能出得去。你不相信我？你不相信我，也该相信中医社。这个事情，良心他早就安排好了。好，有劳姑娘了，请将此信转交给归德客栈一位叫王贵的人即可。放心。哎，这好不容易出来了，还得3个人挤一张床，真是的。好了，将就将就吧。谁？我是中医社的，岳飞让我捎封信给王贵大人。哎，这深更半夜怎么接了个大姑娘啊？不好意思，姑娘，我兄弟是个粗人。没关系，你就是王贵。正是在下，这2位是傅庆、牛皋，我们都是岳飞的兄弟。这封信是岳大哥让我交给你的。哦。岳大哥他们现在被金人所控制，我们要想办法赶快去救他们。他娃儿的，我就知道这些金人没安什么好心眼儿。走，救岳大哥去，抄家伙。牛皋，傅庆，牛皋，傅庆，慢着！金军军营现在一定是里3层外3层，层层埋伏。就凭我们3个人的力量，估计等我们杀进去了，岳大哥他们也已经出事了。哎，王贵，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啊？岳大哥那是一定要救的。对，怕什么？杀进去！王贵说的对，你们要是愿意相信我，我可以助你们一臂之力。姑娘，请快说。哎，姑娘，有什么好主意，快讲来。军师半夜相邀，不知所谓何事啊？张大人是个明白人，怎么反倒揣着明白装糊涂呢？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四太子有什么用得着在下的地方，尽管开口，老夫万死不辞。什么死不死的？四太子怎么舍得张大人死呢？他要让你尽享荣华富贵。老身无德无能，岂敢呐！不过四太子还要请张大人帮个忙。哦，四太子想要赵构有来无回。这不妥！两军交战，不斩来使，更何况他是个王爷啊！那张大人的意思是，拿你的命替赵构一命抵一命。老夫无德无能。张大人，四太子的脾气你应该知道，他说出口的话是绝对不会收回去的。张大人请放心，我会将这件事办得妥妥当当的，即便是事成之后，也不会连累到张大人。而且四太子说了，等到时机成熟时，就立你为王，改国号为楚。张大人意下如何呀？
啊！张大人是个聪明人，只要我们略施小计，必定能引蛇入洞。张大人只需要回去带个话，就说你听到了风声，今天晚上3更必杀赵构，赵构非走不可。我背上马，开着门送他走。等他出了街，我的弓箭手就会万箭齐发，射他个人仰马翻，连泥带血。等到四太子问起来的时候，我会说康王盗取了军事机密图，想要骑马逃走，结果让巡逻队乱箭射死。那么在宋廷之上，难道还有人怪得到大人吗？啊，军师不愧为孔明蔡氏啊！张大人，你现在也是一不二主啊！康王，进来。康王，我听说啊，张大人来得正好，我听到忠义社的暗号，今晚会有人对王爷不利，我们得赶紧离开。赶紧，王爷，赶紧走吧。赶紧。王爷、张大人、秦大人，这边请。快！张大人，快上马，千万跟紧啊！驾！诸位，这里很安全，请放心住下吧。王爷，就这地方，怎么可以住人呢？是吗？我觉得挺好。啊？王爷，这位是民间义军，忠义社的领袖梁兴。见过康王。见过康王。梁义士，各位义士，有劳你们了。哪里话，应该的。委屈康王和各位大人在此稍作休息，傍晚船就会来，渡大家过河。好，大家先坐，我去弄点吃的来。走。小兰哥，今日没有追来。确定没有？确定。来，先吃点东西。各位大人，粗茶淡饭，还请各位将就一下。哦，多谢多谢。这水怎么有股怪味儿啊？没法喝呀！
这块饼，它硬得像石头一样，怎么吃嘛？哎呦，没有啊，我觉得挺好吃。各位义士，这一次能够虎口脱险，全靠岳飞和各位义士的鼎力相助。我赵构在这里以水代酒，敬各位。岳飞，你倒是用功的很呢。秦大人，坐。此次出使，虽然历经波折，但是我秦某有幸看到了一个文武全才、能决善断的岳飞。他日还朝之后，你我二人一文一武，一内一外，共济大事。承秦大人美言。文臣提笔安天下，武将上马定乾坤。文臣武将只有同心同德，才能使我们大宋朝变得更加昌盛。说得好！不好了，金兵来了！小兰哥，怎么回事？我们被金兵包围了。不可能啊！你不是说没有金人追来吗？是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怪了。赵构，你们逃不掉了！快快出来，我饶你们不死！岳飞，岳飞，你要干什么？兄弟们，把桌子腿给我砍了，有多少砍多少。哎！哎呦！
护康王，给我抢马！好。王爷，王爷！哎呀！撤！王爷，快上去！救我！救我！王爷别怕，刘伴在此。康王，快上我的马！大哥，快上马！快走！皇上，臣弟参见皇上。九弟，免礼免礼，来，九弟起来啊！九弟辛苦了。皇上啊，这次得到列祖列宗的相助，所以臣能侥幸脱险啊！啊，九弟为朝廷分忧，朕心甚慰。只不过，皇上，你所虑何事啊？九弟这次回来，朕本想跟九弟叙叙旧，洗洗尘。可是这次你是不辞而别，今人问责顺利。我想你也看到，整个汴京城被他们团团围住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想请九弟不辞辛劳，速回金营为质。什么？九弟啊，重担在肩，在成邑之前，千万不可再有回京之念，否则你就是上勿社稷，下勿黎民。
连明兄我都要背上千古的骂名啊！皇上，那些金人是想杀臣弟啊！要不是我能够侥幸逃脱，我恐怕早就人头落地了。皇上，再一次把臣弟推向深渊，要是能够救大宋社稷，臣死不足惜。然而今人不仁不义，狼子野心昭然若揭。即使臣弟死了，大宋的江山还能保到何时啊？这么说来，他们根本就无义可谈，他们是想亡我大宋。皇上，其实事情也有转圜的余地。臣听说，宗泽正在相州招兵买马，臣愿意前往辅佐，共同起兵擒王。秦王，对，朕现在立刻就封你为兵马大元帅，你连夜出城，与宗泽会合。召集秦王兵马，火速入魏，挥师秦王啊！就地。臣领旨。你从未征战疆场，也不懂得调兵遣将，皇上为何让你去当这个兵马大元帅？是我自己请缨的。为什么？天下之计，在此一举。乱世出英才，这也是我最好的时机。如今我最担心的是，汴京城被金兵围得水泄不通，到底能不能突围，还要看上天的安排。就算能够突围，汴京到底能不能守得住，还是未知之数。官人，你怎么突然这样看着我？我想好好的记住你。记住你的样子，万一为什么不测？没有万一，也不会有万一。答应我，你会平平安安的回家。没有大宋，何来的家？燕儿，我答应你，一定会平安回来。王爷，哎呦，王爷，岳飞等人已到，问王爷呀，何时动身？公公，王爷在外，我不放心，这一路上还请你多多照顾了。多谢娘娘，娘娘啊，请您放心，这一切啊都是老奴我应该做的。哦，王爷，您快着点啊！
娘子还有什么话要说？这幅江山万里图，朕多年迟迟都没有把它画完。遇到构思上的难题，朕有时会埋怨太祖、太宗皇帝，为什么打下这么大的江山，让朕画这么一幅图都难。现在可好了，一座座城池，一片片江山，就像送给金人的礼物一般，说丢就丢了。你们说，要你们有何用？父皇，都是儿臣做的不好，让父皇忧心了。你哪里做的不好啊？啊？要说做的不好，是为父我做的不好才对。我留给你的江山不稳，留给你的大臣不才呀。你说一说，老百姓都是怎么说来着？奸臣当道。奸臣当道。哪一个是奸臣？啊？你们说，哪一个是奸臣？你说说。启禀太上皇，臣以为满朝皆是忠君之臣，那为何有今日之局面呢？照你的意思，是我们父子的问题了吗？不，臣不敢，臣不敢。今人是虎狼之躯，蓄谋已久，大宋猝不及防，才会到如此局面。你之前不是说只要不断纳贡就能换得天下太平吗？不，可今人是贪得无厌，包藏祸心，他一心想踏平中原呐。那为何没有人跟朕提起过？个个告诉朕的都是天下太平，四夷宾服，都在骗朕。你们都是奸臣！太上皇是太上皇，万岁该万死。皇儿，你说，老百姓口中的奸臣，到底是哪一个？父皇，宰相乃百官之首，我看此事，你应该问蔡大人。你说吧。说。李刚，是李刚。如果不是他死命抵抗金人，金人不会大举进犯，打到汴京。太上皇，你要明着！我要是不抵抗，朕现在就在阴曹地府了。既然你说不出来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奸臣就是你！皇上，太上皇饶命啊！把他给我拖出去！太上皇饶命啊！太上皇饶命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太上皇饶命！饶命啊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！父王，现在该如何？现在该如何？你去问李纲吧。大宋若有忠臣，何至于此啊？京城被围3天3夜，不解汴梁之围，就会城破家亡啊！敢问宗帅，我们现在没了多少兵马？1把人马。京城被围数日，救援之策不可缓，还需速速派兵啊！小王家眷居在城内，小王心情不比宗帅少。可是，康王，
你有何忧虑啊？这万余兵马，空有热情，未经训练。万一真的遇上金人的金戈铁马，简直是以卵击石。更何况，父王已经下了降表。万一我们妄自出兵，激怒了金人，你说？哎呀，京城已被金人所控制，皇上的降表是被迫无奈所写的，那是他们的缓兵之计，不能信啊，所以还要速速派兵啊。将固兵寡，难成意外之功。那出兵所向，请康王明示。审夺形势，料夺彼此，未得利变之时，不能妄自动兵。狗儿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
四太子。快点！哎呦，起来，快走！走无礼啊，不得无礼！快点，快点走！快点走！皇上啊！回禀四太子，这些放不下车，也无法装船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请四太子处置。成大事者，应该胸怀大志，富有良谋，上能洞察宇宙之妙，下能吞吐天地之机会。这是你们汉人说的，我牢记在心。而你们汉人在上书中说过：“玩人丧德，玩物丧志。”这些东西就是最好的证据。你们说，我要怎么处置这些东西？上来！上来！上来！不要啊！不要！这些字画全给我烧了，这些石头，通通给我丢进黄河里，最好能填平了，我们禁军的金戈铁马可以走得更平坦。不要！不要！不要啊！不要啊！不要啊！不要！不要啊！不要啊！不要啊！不要！不要！输黄金500万两，白银5000万两，牛马万匹，布锦1000万匹，将燕云二地所有人员遣返原籍，请华山、太原、幽州一带所辖所有地区以及人员划归大金。小儿所为，必千古绩效，万世骂名。把他拉下去。是。等一下。擒贼。这个朝廷上，除了你还敢大声说2句外，恐怕就没有第2个人了。但我要告诉你一句，留下千载万世骂名的，绝不是我金兀术，而是你这2位皇帝。我呸！今日顺从，明日富贵。我见你这把岁数，想必父母年事已高。在座的各位，只要愿意顺从我大金的，即享高官厚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忠君事主，不负顾家，殊死不足与谋也。来人，拉出去砍了！皇上，快点，走！快走！快点，后面的，走！快点！快！走！快走！
没想到那些金人竟然如此卑劣不堪。怎么办？难道我们就如此听之任之吗？宗泽，赶紧派兵救回2位皇上。殿下，2位皇上都在金人的手里，不宜大动干戈呀。那怎么办呀？难道让那些金人把我的父王还有娘亲掳走吗？岳飞，在，你立刻率兵渡河，解救2弟。末将遵命。岳飞，救援军府就全靠你了。行事务必小心，千万不要让金人加害小王家眷。请王爷放心。啊！哎呦，王爷呀，快起来！王爷，发生什么事情了啊？我刚刚做了个噩梦，我看到伊儿被金人，你说会不会？哎呦，王爷呀，这梦里的事情一般都是反的，您呐不用太担心了。王爷，请您喝杯水压压惊吧。啊，王爷，你说的是真的？是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汴京被攻破，2圣被俘，金军大获全胜。他们押解大批战俘北归，在战俘里，不光是2圣，还有赵姓的宗亲以及许多大臣。除了九子康王赵构在外勤王幸免于难，余者全部被俘，并拉走了很多珠宝玉器，就连礼器法物以及教坊的器乐，还有8宝9鼎、混天仪、刻镂铜人。州城府县的地图宫中的侍女说书的、唱戏的、技艺工匠等等，一个不落的全部运走。
行前阳礼。这是我们大金特有的受降仪式。恳请圣上能放我们回去，只要我们能够回去，割地赔银，我们什么都愿意。若圣上能让我族人通通返回，我即便俯首称臣，也心甘情愿。俯首称臣？你配当我大金的臣子吗？大宋原本在中原雄踞一方，可这到你们手里，却是穷奢极侈，滥增捐税，建宫殿，修园林，历朝历代积攒下来的财富却被你们挥霍一空，搞得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。在你们眼里，除了古玩美玉、书法字画，何时有过黎民百姓？大宋到了今天这般田地，并不是我大金兵力强盛，而是你们二人昏庸无能。听封，降封赵佶为昏德公，降封赵桓为众昏侯。谢太宗皇帝，谢太宗皇帝。皇上，你慢着。皇上，进去，愣着干什么？走走走，走，快点进去，快点进去，进去，快点，快点，进去！哎，过来，快点，干什么？进去！你们放肆！回去！快，进去！快点，后面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我不能住在这儿，我不能住在这儿啊！太少了，快点！爱妃，快点！进去！我出去！我出去！放了你了！杀人了！我不能死，我得活下去。开饭了啊！开饭了！吃吧！我不吃，我不吃这东西，这是人吃的吗？我不吃。
你平日的雄心壮志都哪去了？留下这条命，将来才能有所作为。不管什么样的遭遇，我们都要活着。鹿死谁手还很难说，你我一定要见机行事。元帅册封宰相张邦昌为大楚皇帝，令其统治黄河以南的地面。大宋朝从此改朝换代。哎呀，我这回呀，那是死里逃生啊！哎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金人在汴京大肆掠夺，走前还立下张邦昌为大楚的皇上。这老头子胆小如鼠，怎能立他为帝？我大宋的江山岂能旁落他姓？金人这么做就是想立个傀儡皇上，想让他日后暂时统治中原。他非赵氏后人，何以服天下？是啊，所以百姓不服，民心不安。我们得立新的楚王了，才能光复我大宋江山呐！拥立新主，王大人心中可有人选？如今能马上登基的。小王何德何能？哎呀，如今二圣生死未卜，九王爷登基乃是民心所向啊。虽说父王跟王兄蒙尘，但是他们吉人天相，必定会逢凶化吉的。哎呀，可是大宋不可一日无君呐！再说这是有天照的呀。日前泥马渡河遇险，四周皆为金人所困，乱箭穿身，势不可免。突然祥云四起，九王爷骑神驹直冲云天呐！这乃是天造所以呀！总帅有何看法？如今二圣北迁，群龙无首，拥戴王爷登基，乃是民心所向啊！盼王爷智略臣雄，广开言路，我等必誓死相随，绝无二致。是啊，如今大宋危难，九王爷登基，上服天道，下顺民心呐！九王爷，就算你不为个人所忌，也当为天下人所忌啊！请九王爷择日登基。请九王爷择日登基。如今二圣北狩，天下无主，小王愿意接此重任，继位以显父母，重整大宋河山。诸位都是大宋肱骨之臣，望日后务必辅佐小王，迎回二圣，还我大宋河山。迎回二圣，守护大宋河山。
众卿平身。谢皇上。这盏灯笼是韦太妃亲手制的。她在朕6岁的时候送给了朕。她照着朕读书，照着朕写字，照着朕走路，照着朕看着院子里花开花落，甚至在深夜还照着朕在梦里爬天梯，摘仙桃。10几年了，这盏灯一直陪在朕的身边。朕今日登基，把这盏灯笼带来，就是要让众卿家明白，千年暗时一灯之明。朕需要众卿家心里的那团火与朕同心共勉，燃点起这盏灯笼，光芒四射，大开社稷，惠及众生。谢皇上恩典。太上皇、皇娘，儿臣今日奉旨登基，可惜金兵略城，圣驾北迁，相见你们长途跋涉，饥寒交迫。太上皇、皇娘，明灯慈光照神州。朕登基后，必将励精图治，整顿朝纲，社稷永续。皇上放心，纵然铁甲精兵绕城头，待到沙场点将时，后夜黄龙最不休。后夜黄龙最不休。后夜黄龙最不休，后夜黄龙最不休。小，买定离手，买定离手，买定离手。小大怎么能搞的是大呢？下住好！哎，你说这是下好了！哎，再来！买定离手！说，这回压大压小，这把肯定得压小。买定离手！买定离手！大，都压好了。姚哥，你到底是压大还是压小？你快压！我敢压小，压小。确定啊？哎，确定。小武大！哎呦！姚哥，不是，我刚才说的是压大来着。这是小，你看好了，这是小。不算，哎，这把不算啊，不算。怎么不算？不算。滚出去！识相的赶紧滚，不然我打你的。走。你。哎，嫂子，我自己来吧。还是我来吧，你跟你哥一样，就只知道行军打仗，哪里知道带多少衣服备多少银两啊？还有鞋。哎，你这一去也不知道要去多久，我帮你多带了一些冬天的衣服。你就听你嫂子的吧，你看你嫂子帮你想得多周全。对了，我帮你准备了一些盘缠，
我去拿给你。哎。姐，姐，你来干什么啊？几年不见了，我想你了，看看您呢。舅舅，姐，这是祥子吧？哎，哎呦，你看看，几年不见，哎呀，长高了，跟大人一样了。好，小娥啊，娘，这是我二弟。姐，他是？这是菲儿娶的新媳妇儿。舅舅好。啊，外甥媳妇儿啊，好，好。哎呀，一看就是贤惠能干啊！好好好。哎，放这儿了啊。娘，我来吧。舅爷，哎，你是谁啊？岳云啊，连岳云都长这么高了。哎，哎呀，真好，哎呀，真好。娘，娘，听到没有？我长高喽，长高了。你长得祥叔这么高啊，也能去参军打仗了。打仗，冲！哎，祥子。你要参军啊？靖康之耻，厉害了！二圣被掳，去打仗！我要投军，跟我哥一起上阵杀敌。好，有志气。好，好样的。好，有志气。怎么，你不会大老远跑来，是准备送岳祥吧？来，跟叔叔玩去啊！走。来，姐，商量个事儿呗。干什么？借点银子。又想赌钱呢？哎，不是，我过2天连本带利全还你。我没钱。不是，姐，不会吧？这俩儿子都投军了，说不定哪天呢，他们就拜个大元帅什么的，还在乎那点银子？就算他们两兄弟都拜了大元帅，那跟你也没有什么关系。我就知道你来没什么好事。哎，姐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都说了，我没钱。哎，姐，祥子啊，娘不在你身边，什么事都要小心。你看，这围脖，天冷的时候就要把它围在脖子上，别把自己冻到了。注意点啊！怎么了？钱不见了啊！哎，再找找看，找找看，这放哪儿了？就放在这儿了。怎么会呢？怎么了，娘？钱不见了。钱不见了。啊！一定是让你舅舅拿走了，我去把他找回来。哎，娘，人都走半天了，书都输光了，那怎么办呢？等会儿啊。怎么才这点啊？哟，这些东西给您这些银子不少了。小兄弟，多给点吧，家里急着用钱呢。哎，岳大嫂，这个我可做不了主啊。岳大嫂啊，哎呀，现在世道不好，这东西真不值几个钱。你要是真的急着用钱，
那你就回家再好好找找，有没有什么压箱底儿的？你放心，只要货色好，价钱上亏待不了你。压箱底儿的。嗯。我看看。哦，有些年头，做工也不错。好，伙计，哎，纹银30两。好嘞，大嫂，给您钱。哎，拿好啊。掌柜的，掌柜，哎，您别急着卖，等我一有钱就来赎回去。好的，于大嫂，我尽量吧。啊，谢谢。哎，你走好。拿去吧。嫂子，你哪来这么多钱呢？别问那么多了，拿去用吧。谢谢嫂子。哎，哎，嫂子，还有什么东西要交给我哥的吗？啊，这是云儿写的字，还有安娘绣的帕子，跟你哥说，想孩子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。好。还要告诉他，家里一切都好，不用担心。娘，回去吧。一路小心。走了，嫂子。一路平安啊！叔，小心，慢走。哎，回去吧。小心呐。烦劳康公公通报一声，张大人要面见皇上，当面谢罪。呸！哼，这不是那个伪楚皇上吗？咱们家皇上说了，不见。张大人，那你就在这儿说吧。还是说吧。皇上，臣自知有罪，罪该万死，请皇上恕罪啊！皇上，当日今人立臣为伪楚皇帝，微臣自知这是谋大逆，诛九族的死罪，再三推脱。可今人威胁说，如有不从，便血洗汴京，将敌压境，群臣劝进，万般无奈之下，臣只好答应了伪楚皇帝的册封啊。即便如此，微臣也不敢以皇帝自居，不穿黄袍，不张黄伞，更丝毫不敢有僭越之念，只期盼着有朝一日宋氏光复，可以还位给赵氏。自从皇上登基以来，臣一心一意拥戴皇上，绝无二致啊！皇上啊，这次微臣是迫不得已，请皇上开恩，请皇上饶命啊！皇上不见你，那意思已经很明白了。
皇上，您真的要治微臣的死罪吗？皇上，多少年来，微臣一直忠心耿耿啊，皇上。唉，事已至此，口舌之争也没什么用啊。你既然选择了这条路，就应该知道，这可是一条断头之路啊。哎，我也帮不了你什么忙了。你听我一句话，不要等皇上开口。你自己不是已经说了吗？你这是谋大逆、灭九族的死罪。被逼称帝只有32天，待金人撤兵之后，他就脱掉了龙袍，去了帝号，南下归德，去见皇帝赵构。那赵构不愿意回汴梁，就让宗泽任东京留守。宗泽和岳飞来到了汴梁，一看汴梁再也没有往日的繁荣景象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萧条，满目疮痍。皇上怎么说？匪贼曹成可能要和金人勾结在一起，为除后患，皇上让我们先灭曹成。曹成部下有10万余众，却不乏有精兵猛将，拿下他，恐怕没那么容易啊。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。欲破这10万匪军，必先取曹成、杨再兴。宗帅，在下已经跟杨再兴交过手，我观此人武艺高强，胆识过人，虽为草寇，却非不义之人。若是能为我所用，不失为一员猛将。你想招降他们？若有机会的话，可以一试。杨再兴若降，则曹成失一臂膀，之后再招降曹成，也未尝不可。兵就是兵，匪就是匪，兵匪焉能一家？哼！招降他们，我看日后必留后患呐。此2人能率10万之众，
必有其过人之处。若是能够归降，则大大增加我军实力；若是为金人所用，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岳飞说的不无道理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，如何招降他们呢？末将未曾细想。你想到做什么，可不知道怎么做，那等于无济于事啊。岳飞啊，你还要好好的学啊。是，还请宗帅赐教。对付曹成之辈，只有一个字：打。把他们打赢了，打怕，打服了，他们才会考虑归降之事。现在谈劝降，为时过早啊。还是宗帅所言甚是啊。来，你们看，这北方的地势崎岖，适合伏击。如果我们把曹成引到这个地方来，那我们的胜算可就大了。当然，曹成也不是等闲之辈，他的部下适合野战，所以我在想啊，找一些熟悉地形的人，跟我们一同作战。有2人可用。谁呀？吉勇、吉倩兄弟。他们俩，此2人原为草寇，对山野之战一定是非常熟悉。他们困在囚牢，会不会愿意帮忙？岳飞愿意一试。弟弟，来吃饭吧。大哥，你吃吧，我再睡会儿。我们吃得好好的，你来干什么？宗老元帅要带兵去伏击曹成，但是北边以山路居多，2位熟悉山野作战，所以我想请2位加入我们，一同作战。朝廷真的能对我们既往不咎？绝无虚言。事已至此，我就再信你一回。不过有个条件。你说。你得保证我们兄弟2人的安全。好。怎么了？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饭里有毒！快去把军医叫过来！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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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啊！大哥，大哥！宗帅，宗帅，出事了！吉氏兄弟被人在饭中下了毒。啊？竟有此事？现在情况怎样？我赶到之时，吉勇正在进食，随后口吐鲜血。吉倩算是死里逃生，可是吉勇岂有此理！居然有人敢在宗帅军中下毒手！我刚将兄弟俩劝降，此2人就遭此毒手。我看军中必有金人的细作。啊？不会吧？不然谁会动此杀心？此细作必然是怕吉氏兄弟把他给咬出来，所以才要除掉2人，以绝后患。岳飞分析的不错，难怪金人对我们的动向一直了如指掌。这个人要是不除，日后必有大患呐。既然是被毒死的，那伙房的和送饭的，可能都是同党。岳飞王谢听令，末将在。命你们2人联手追查，一查到底，不得有误。是。
王将军，您这是？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撤！找到了，你看，这就是毒药。我来的时候他已经死了。什么？吉勇被毒死了？我刚才和王谢去追那个送饭的人，从他身上搜出一些银两和毒药。那他有没有说是受何人指使？没有，我到的时候他已经死了。此事绝非如此简单，这个幕后之人还躲在黑暗中。我们早该料到，军中有曹成的内应。大哥，你觉得会是谁？没有证据，不能乱说话。那吉倩会不会知道这个人是谁？会。就算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也能料个3分。找到凶手了吗？只抓到了一个小卒，一定有人幕后指使。这个人这么想杀你们灭口，你们跟他一定有所来往。快告诉我这个人是谁！这个人一定是这个岳飞啊，倒是个人物，哼，可惜呀，不为我所用。所以，以后我们要对他处处提防。将军放心，那吉倩、吉勇啊，已经去了阴曹地府。那岳飞就是查呀，那也是死无对证。这岳飞老跟我们作对，你看，我们要不要？辣一点才够味道。还有，金人如果没有什么指示，千万不可以轻举妄动。末将明白。还有，随时随地监视岳飞的一举一动，有任何动作，立即向我汇报。是。什么东西？还真把自己当贞洁烈女呢？怎么，汉人的宫女服侍的不周到？这一个个的整天哭哭啼啼的，弄得老子一点兴趣都没有。看来还是咱们女真女子来的豪放爽快呀。那这些送俘，我们到底应该拿他们怎么办呢？有什么可怎么办的？统统拉出去做苦力，难道我白养他们？这些送俘中还有不少皇亲贵戚，如果我们这么对待他们，怕是不妥呀。不如把这些宋氏成员登记造册，把郡王、公主和妃子罗列出来，其他人做奴隶。
写上你的大名。父皇，父皇救我！挂！父皇，出来！出来！干什么？哎，我摔一跤！不会啊！来呀！就这样摔跤，懂不懂啊？还摔不摔啊？哎呀，还摔不摔啊？不会。哎，来，过来，别杀我！再给你摔一个啊！哎呀！站起来呀！西风，汉破飞，萧条孤馆，一灯微。假山回首3000里，木断天南无雁飞。乡亲们，安静一下。将军，收下我们吧，我们要参军抗金。对，大宋有难，我等男儿岂能坐视不管？对，我们要当兵。乡亲们，我理解你们的心情，我以前也跟你们一样。大丈夫立誓，当以有用之身，做有用之事。而今强敌来犯，战火不断，致使朝廷衰微，百姓涂炭。我等男儿自当守土而后家，舍身而忘死，万众一心，奋勇杀敌，收复故土，迎回2圣，一雪靖康之耻。一雪靖康之耻，我等誓死追随岳将军。这小子也太过分了，他以为军营是他的呢。现在的年轻人呐，没有规矩，是该好好管教管教了。我等誓死追随宗大元帅，誓死追随宗大元帅。大家不要乱，不要吵。要报名参军的，到这边来报名登记，然后参加统一考试。好，大家别急，一个一个来，一个来。哎，不要紧，到后面排队报名。哥，哎呀，那是我哥，哥。
岳翔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从军。哎，这不是祥子吗？啊，哎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从军。嘿，大哥，行啊，有出息了。凡是来投军的，都得参加考试，谁都不可例外。我也考试啊？哎，大哥，行了，你看祥子这肩膀，哎，这肩膀绝对有力气。哎，大哥，我先带他去登记了啊。哎，来，先登记，哎，先登记啊！哎，该我了。哎，让一下啊！哎，先写上这个人的名字，岳翔。上后面去。你要报名排队，我们都在这等着呢。就是。哎，不要吵！你来这儿干什么呀？你看不出来啊？我来报名啊。就你呀？怎么了？我们这儿呀不收女兵，哎，你赶紧回去吧。哎，素素姑娘，你别闹了。哎呦，别碰我！你们这儿哪条哪文规定女人不许参军的？你别闹了，赶紧回去，后边还有人。你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了？岳大哥，我要报名参军。这个地方是军营，不是绣花庄，不是你们女孩子家闹着玩的地方。我是真心诚意来报名的。哎呀，岳大哥，你有悄悄话跟我说呀？哎呀，这里是军营，有什么话咱们一会儿再说啊。我就是想告诉你，这里是军营，你赶紧回去吧。不要，为什么呀？我为什么不能待在这儿啊？军中不收女流之辈，况且都有不便。有什么不便的？快点，后边的快点！女流之辈怎么了？过来，都快点！你娘不也是女流之辈吗？我再告诉你一次，这里是军营，是男人出生入死、流血打仗的地方。这就对了呀！我本来就是到这儿来上战场打仗的，怎么？难道你觉得女流之辈就不能上战场？这古有云：木兰代父从军，保卫家园，还立了大功呢。我怎么就不能上战场啊？哎呀，岳大哥，难道我还比不上他们吗？论拳脚，论轻功，我哪一点不如他们呀？好，那你去跟他们一样，参加投军考试，只要你能过得了，我就收下你。好，你说的。让开！大将受任，必先料人，知其财力是勇还是怯，艺能是精还是粗，使人各当其任。第一式，舞棍，2两一组，舞棍成花，点到为止。预备，好！开始！
第2式射箭，军中挑选步军，先以强力、急足、负重能走者，次能射远曲者，次能命中者，次能射远者。你们每个人手上都有3支箭，只要有1支箭能够命中靶心，即为通过。你是岳飞的弟弟。是啊，怎么了？你啧什么你？小气人呢，真是的。射！没关系，还有2支箭，赶紧准备。预备，射！哎，没事的，还有最后一次机会。这谁怕你？射！第3式骑马，军中挑选马军，最好是善骑，其次是皎洁，最次也要善用短兵。现在在这些马匹当中，你们自己挑选1匹称心的。哥，将军，我要大白。大哥，给他吧。可以。谢谢将军。真是大白啊！我跟你说啊，大白，一会儿全靠你了啊！给我留点面子啊，听见没？啊！所有人上马！准备！出发！
格了吗？明天开始，你入踏白军。踏白军？踏白军是干什么的？任务之一，搜索探路，防止敌人设伏；任务之二，深入敌营，查明敌情。那我岂不是每天都得在外面东奔西跑的？没错。可是我想留在军营里。你轻功了得，又是中医社出身，眼线众多，踏白军最合适你。把他记入踏白军。是。听见没有？都好好练啊！想摆脱我，没那么简单。哎呀，祥子，哎，你呀，嘿，哎，安娘，安娘出生的时候，我从了军，所以安娘看见我有些身份。想吃哪个？我看你不像个爹，这李姑娘倒挺像个娘的。这全军上下8000多号人，这一日3餐就全靠我们这100多号人了啊！总管，得抓点紧啊！哎，不过这军中将士啊，大部分是北方人，平时啊，多做点面食啊。知道那是谁吗？不知道啊。听说是叶将军的亲弟弟。那怎么来我们道房了？你不知道，昨天一来就出了洋相了。是吗？你说咱这个大锅饭菜，能跟家里的小灶比吗？你说是不是啊？以后啊，如果有人挑你的毛病，你甭理他们，爱吃不吃，啊？好。哎，咱们呢，今天呢，就做这个炒肉丝。哎，你会做吗？还行。嘿嘿，好啊，那你做一个试试，我看看。好，那边的把菜给我拿过来。哎，这边都给我收拾干净啊！
我看你到这后厨来啊，真是屈才了。哪里的话？以后啊，这个灶就归你了啊。好，你先忙着，有啥事儿回头再来找我。好，好。枪法讲究攻防一体，防中带攻，攻中设防。枪法36路，1增而成5，3增而成9，枪势贯通而成千万。以虚击实，以实克虚，虚实无常。你们这手脚都给我麻利点啊！好。哎呦，看着点，看着点啊！你小子又来我这偷吃，这香嚯！那这什么味道？那么香啊！这牛鼻子还挺灵。今天有好菜，什么好菜？萝卜炖肉丝。哎呦！那我得看看去啊！回进口。哪儿呢？嘿，好。哎，兄弟，兄弟，让呀！哎，岳大哥，来，坐这，坐这。来，大哥，到这边来，来，坐。兄弟，让啊！大哥，快坐。真好吃。这太好了，吃的我老牛都快哭了。大哥，这有老家的味道啊！哎，这要是再来一壶酒，哎呦，那可太带劲儿了！就是啊，这简直都赶上我娘的手艺了。好吃啊，好吃。哎呀，我说岳兄弟啊，你可真行啊！啊，小子，喂，这菜是你做的？是啊。来，过来，给我吧。去。嘿，来，毛造劲儿呢。祥子，行啊，你这手艺都快赶上灶王爷了，手艺真好。以后牛哥这肚皮啊，交给你喽，拜托了，弟弟。不，喜欢就好。行啊，祥子。哎，咱们这儿啊，又多了一位将军。哦，火头将军呀！对，哎，火头将军，火头大将军。喜欢太对了。你们吃啊？行啊你啊，这小子还行。哎，大哥，这打曹城怎么不让咱去啊？督帅请缨，带着他的部属去了。几时回来？有什么消息吗？皇上登基那日，金口预言迎回2圣。现在这个时候，应该是让我们带兵北上，反而把我们留在这儿打土匪。真不知道皇上到底打了什么算盘。他娃儿的啊！这山贼要剿啊，2圣要赢，这凡事那总得有个先来后到，不是？哎，大哥，杜帅去了好几日了，不会出什么麻烦吧20万曹军，确实不好对付。哎，
大哥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看来啊，真被你说中了。曹州一仗，3天都打不下曹城，这是何原因呢？末将无能，中了曹贼的口袋阵。哼，口袋阵，你们有谁识得此阵呢？哼，你们训练的是胆量，而人家训练的是阵法。岳飞，你有什么话就说。末将斗胆请教宗帅，两军交锋，无胆量，何以谈阵法？没有阵法，只谈胆量，那不等于市井缠斗？你们看。这些阵法都是古之能征善战者用性命换来的冰雪精华。所谓的阵，就是根据地形条件，还有敌我双方的实力所布置的阵法。从一兵、一伍、一列，一直到全军，都要做到立兵伍、定行列、正纵横。尤其是在硝烟弥漫、杀气震天之时，筋骨便是号令，闻鼓则动，闻金则息。你们要是读懂了这些阵法，以后就可以以兵制兵，以阵化阵了。这些阵法，在末将看来，都是一些军事规划的陈迹。曹城的口袋阵，是由古阵法依据地势之力演变而来的新阵法。我们若是以古代之阵法应对今日之新阵法，岂不是太过于死板了？岳飞认为，兵家之要在于一个“奇”字。谁能够出奇制胜，谁才能立得住脚。旗字当先，要是势均力敌，还得依法布阵，稳中求胜啊。阵法固然重要，但也要因时因地而变。有阵不一定能稳，无阵不一定不稳。末将只是觉得，战场之上，阵法并不是最重要的。阵法不是最重要的，那你跟老夫说说，什么才是最重要的？当然，胜利才是最重要的。阵法毕竟只是手段，战胜才是最终目的。战场之上，瞬息万变，所以我们也要因地制宜，灵活多变。这关键又在于一个“变”字。我们若是墨守成规，为阵法所束缚，那岂不会痛失战机，丧失战局？放肆！一个小小的武修郎，不知天高地厚，竟敢反驳宗帅之言。岳飞不敢，岳飞只是说出心中所想。战场上，谁都想胜利，怎样才能胜利呢？战场之上，随机应变。随机应变？要是碰上口袋阵，我看你怎么变。阵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口袋阵的妙处，
在于灵活。如果我们能有一根钉子，死死地定住这个口袋，那此阵的威力便可以大大减弱。我们何不派出一支队伍，作为诱饵，故意被他们吃掉？只要他们包围我们，这只诱饵就好像一只钉子一样，可以把敌人死死地定在那里。我们再派出一支军队，从外围来一个反包围，口袋阵就变成了一只破口袋。你说的不错，谁来做这个诱饵？宗帅，岳飞请战，愿做诱饵。岳飞，你说的好听，老夫还要看你做的怎么样。岳飞听命，在。我命你为前军。王谢，在。你为侧翼。你们二人联手，再战曹城。是。难犯。曹贼为虎作伥，不思为朝廷效命。今日，咱们就来收拾这帮草寇，擒杀曹贼，平静地方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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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见面了，我奉朝廷之命，前来捉拿你们这帮贼寇，还不快快投降！岳飞，上次我的命已经还你了，这次是你入了我们的包围圈，投降的应该是你。我看你还算是条汉子，早日弃暗投明，或许能够从轻发落。岳飞，你看见了吗？如果你投靠了我们，我保证你家人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偏偏我娘天生就爱喝萝卜汤，